我叫林正山，今年50岁，早年是古玩圈赫赫有名的神眼鉴宝大师，多少富商大佬挤破头求我长眼。为了儿子安稳度日，我亲手封藏毕生手艺，变卖所有珍藏，帮儿子洗衣做饭，带娃顾家。爷爷，这个玉佩好好看，我好喜欢，能不能送给我呀？这本来就是爷爷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哇哦！拿开！这种破烂垃圾都是死人带过的。今天孩子生日，你拿这种晦气东西出来，是想害孩子吗？爸，你是不是老糊涂了？现在谁家小孩子还带这种老掉牙的东西？你赶快把这破烂扔了。这不是破烂，这是我年轻时候收藏的正宗老和田玉平安扣，质地温润，辟邪护身，保平安的。保平安？保什么平安？招灾还差不多。爸，你来了，我去给我的大外孙买礼物去了，所以来的晚了点儿。大外孙，看看老爷给你买了什么礼物。正宗老木出的古铜钱，听说已经有1000多年了。1000多年了，爸，这铜钱你花了不少钱吧？子轩，来，带上老爷给你买的礼物。爸，这铜钱不好看，我不想戴。子轩，你快戴上，这是老爷给你买的，保平安的。爸，我老丈人来了，你可以去厨房做饭了。对了，记得把你这个破烂给丢了，别让这东西的晦气影响了我们全家。你还傻愣的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把东西丢了回来做饭？你想饿死我们吗？亲家公，你手上的这是什么？一块破烂老玉，他非要送给子轩当生日礼物。这种死人带过的东西，要多晦气有多晦气。亲家公，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今天是子轩的生日，你怎么能送子轩这么晦气的礼物呢？我的东西晦气，老子这是正宗保平安的平安扣，你的铜钱是从死人坟墓里面挖出来的，你的东西晦气还是老子的东西晦气？你告诉我！我爸的铜钱虽然是从墓里面挖出来的，但可是从1000多年的墓里面挖出来的。这铜钱已经是古董、贵气的东西了，哪里能是你这破烂能比？我的东西这是破烂，老子这是正宗的老和田玉，最少也要价值几万块。你爸这破烂铜钱早就烂大街了，市场价不会超过10块。爸，礼物更重要的是心意，你直接拿钱来对比，也太敷衍了。我敷衍？哈哈哈哈！子璇刚出生的时候，我就给子璇准备了这件礼物，你说老子敷衍？行了行了，亲家公，你少说2句吧。今天是子璇生日，好好的日子闹得这么难看，像什么样子？再说了，现在年轻人都喜欢2人世界，不爱跟长辈同住。小倩和博文却不嫌弃你，让你和他们同住，还让你在家里白吃白喝5年，你应该要更加体谅他们才是。我白吃白住，这5年家里的家务我在做，孩子我在带，他们2个下了班什么都没做过，我全年无休，日日操劳。我问你，我白吃什么了？哟，说的真委屈，做了一点家务也好意思拿出来邀功？我和博文每天上班赚钱养家，扛着房贷压力，你在家吹着空调干点零碎活就不行了？就是，爸，你真的越活越糊涂了。你整天在家闲着，帮着做点家务，带带孩子，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事儿。这算什么帮我们？真正的帮我们是能给我们经济上的资助。爸，这100万是你全部的积蓄，也是你半辈子的心血，现在全给我了。你放心，我记在心里了。等我以后日子过好了，我一定好好孝顺你，给你养老，这辈子绝对不让你受一点委屈，吃一点苦。经济上的资助，你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首付的100万是老子给你们出的。都过去5年了，你还好意思翻出来说？再说了，养儿子本来就是你的义务，现在还好意思拿出来道德绑架我们？爸，我这个当儿子的就拿了你100万，你就没完没了的翻旧账，你太让我失望了。这样，我看你也不适合再待在这个家里了，你搬出去住吧。你要赶我走？爷爷不要走，我不要爷爷走，我要爷爷陪我。别胡闹，赶紧离他远点，不许跟他亲近。再跟着你这个没本事、穷酸老旧的爷爷，早晚被他带坏一身穷毛病。
亲家公，说句实在话，今天这事儿根源在你。好好的生日，你非要拿这么一个老物件出来，你现在道个歉，这事就算翻篇了，到时候你也就不用搬走了，还是可以安安稳稳的住在这里。我道歉，这5年我为了这个家当牛做马，现在子轩生日，我送他一个生日礼物，还要我道歉？爸，机会已经给你了，既然你不愿意道歉的话，那你就走吧。好得很，我走，我现在就走。你怎么真把你爸赶走了？他要走了，家里这么多家务谁来做？子轩谁来带？以后累死累活的还不是我们？放心吧，他的钱当年都给我了，他现在身上几百块都拿不出来，他能走到哪儿去？他出去吃几天苦头，自己就回来了。到时候他不给我们道歉，就别想进门。古玩街，我林正山回来了。正山叔，真的是你？你不是退休带孙子去了吗？我被他们赶出来，无家可归了。什么？这群白眼狼，忘恩负义的东西！当年叔你为了给他们带孙子，金盆洗手，封藏手艺，现在他们就这样对你。叔，别在街边站着出风了，跟我回家。当年我年轻不懂事儿，贪便宜买了一屋子假货，差点倾家荡产，是你出手帮我鉴宝止损，救了我，我王强这辈子欠你的。叔，出来了也好，你以后也不用受那窝囊气了。你现在年纪大了，也别折腾了，就在我这儿安心住着，我给你养老。养老？我一身本事还在，凭什么养老？我深耕古玩鉴宝30年，真假优劣、年代价值，我一眼便能看透。以前我为家庭、为孩子活，处处忍让，自我封藏。从今天起，老子只为自己活。强子，有没有野心？叔，不是我没野心，是现在时代真的变了。这几年古玩行情大跌，各类老物件价格断崖式下降，早就不如从前了。而且现在入行的人越来越多，遍地都是行家，假货泛滥，套路成堆，捡漏更是难如登天。现在做这行，能勉强混口饭吃，不亏本就不错了，根本别想着发财。别人不行，不代表我不行。行情再差，真金永远不怕火炼。普通人捡漏靠运气，我捡漏靠眼力。明天我们去古玩街，我让你亲眼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本事。叔，你看我说的没错吧？现在早市根本没真货，全是义乌流水线做出来的仿品，破烂旧货。每天来逛的都是老手，但凡有点价值的东西，早就被人挑干净了。我们就算逛一早上，也是白费力气。行家挑货看品相，新手捡漏看热门。真正的绝世好货从来都藏在最不起眼的破烂堆里，没人愿意多看一眼。只要你用心发现，总能看到好东西的。叔，你拿这个干嘛？这就是个破碗，都磕烂了，品相这么差，扔地上都没人捡，几块钱都没人收，纯粹是垃圾啊！老师傅喜欢就拿着，这堆残瓷都是收废品挑剩下的，不值钱，随便给个100、80块拿走就行。我看着这碗器型还行，拿回去当个摆件玩玩。20块，卖不卖？20块太少了，最少也加一点。20块就是破碗，1块我都嫌多。25，卖不卖？不卖我走了。卖，扫码付钱。叔，你怎么买这么个破碗？破碗？这是宋代影青釉暗刻碗，虽然口沿有小残，但胎质细腻，釉色纯正，开片自然，是大开门的老货。市面完整品相的早已天价，就算是残物也价值不菲。这是宋代影青釉暗刻碗。叔，咱们真来这儿？这可是咱们市里最顶级的收藏会所之一，能进这里的都是大佬。就咱们这地摊捡的残碗，要是假货的话，就让人笑话了。我看准的货，假不了。这位看着面熟，敢问您是？陈总，这是我叔林正山，早年咱们古玩圈鼎鼎有名的神眼大师。原来是林老前辈，久仰大名。当年您隐退封守，整个圈子都惋惜不已。没想到今日能有幸见到您，老前辈今日登门是带了好物呀。大开门的宋代影蓝釉暗刻碗，胎质紧实，釉色温润，开片自然老旧，是实打实的老窑真品。虽说口沿有残，但存世量极少，收藏研究价值极高。竟然真是宋代影青釉暗刻碗，
陈总既然懂货，那我就不绕弯子了，诚心出手，你给个实价。老前辈的东西我不敢压价，这只残碗虽说品相不全，但稀缺度拉满，我直接一口价10万。到账10万元。10万？叔，25块翻到10万，1个小时不到，这就是您的本事！我今天算是彻底开眼了。这只是第一笔，走，时间还早，我们再去转转。叔，等下让我也来试试吧。我本来以为这古玩街全是假货，没想到竟然真的能捡漏。哟，这不是王强吗？以你的水平也能捡漏的话，那我岂不是早发财了？赵老三，你别狗眼看人低，我是没水平，但我叔是真有本事的。就刚才1个小时不到，我叔就已经捡漏了一个宝贝。运气好捡漏了一个东西吧？真以为靠运气能一直捡漏呢？运气？我这一生从不靠运气，倒是你满摊假货糊弄外行也就罢了，还敢嘲讽老子，你个糟老头子胡说八道什么？我这些货都是精挑细选的好东西，你可别在这里胡说八道，坏我名声。这样，大家都是玩家，以眼力定胜负。今天要是能从我摊上找出一件真货，我免费送你；要是找不出来，你今天必须给我当众道歉。你说真的？我当然说的是真的，就怕你没这个本事。这破铜葫芦看着就是几块钱的地摊货，全是锈迹，能是宝贝？哈哈哈哈哈！你可真会挑，这就是我几块钱收的废铜摆件，你打眼了？打眼？你眼拙不识货，不要在这里说我打眼。这是清代中期纯铜鎏金葫芦摆件，表层鎏金虽然被岁月氧化发黑，但器型规整，包浆老道，是正经老物件。这物件市面保守估价至少8万。不可能！这破铜烂铁怎么可能值8万？破铜烂铁，赵老三，我叔可是说了，这可是纯铜鎏金葫芦摆件，纯铜鎏金葫芦摆件，我不信，我看是你们在瞎编忽悠人。我摆摊10几年，我会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赵老三，输了就是输了，愿赌服输的道理你懂不懂？我叔的眼力，整个江城谁能比？你自己眼拙不识宝，输不起还嘴硬。我输不起，我看是你们输不起，硬把一个破烂说成宝。今天要不你给我当众道歉，要不你找人鉴定，这是真的纯铜鎏金葫芦摆件。找人鉴定？好，那就找人鉴定。西街的李圣手鉴定铜器有口皆碑，从无失手。要找人鉴定的话，他最为公允。王强，今天这么早来逛店，这位是？李老板，这是我叔林正山，想让你帮忙看件东西。不得了，不得了！这是清代中期鎏金铜葫芦摆件，包浆厚重自然，器型规整完整，只是表层鎏金氧化脱落，看着破旧，实则是实打实的老物件，存世量稀少，收藏价值极高。赵老三，你怎么说？我的纯铜鎏金葫芦，现在这是我叔的了。老师傅，这件宝贝我诚心收，7万、8万。好，交个朋友，8万。叔，你太厉害了，这才1天不到就捡漏了2件宝贝，赚了18万。咱们的好日子才开始。走，今天赚了钱，咱们先换身行头。哟，这不是我们家被赶出去的落魄老爷子吗？怎么跑这种高档服装店来了？这里的衣服随便一件都上千，你怕是走错地方了吧？爸，你能不能别到处丢人现眼？一身地摊旧衣服，跑来轻奢店逛什么？你买得起吗？别在这里碍眼，耽误我们挑衣服。你们2口子良心被狗吃了！我叔不是来装样子求你们的，就今天1天捡漏，我叔已经赚了18万了。18万？我看你们是吹牛皮不打草稿，就凭他这一把老骨头，捡点破铜烂瓷想翻身，我看你们俩就是疯了。强子可没吹牛，老子今天就是捡漏赚了18万。够了，爸，别在这里胡言乱语丢人了。再在这里胡闹，我就让店员把你赶出去。在你眼里，你老子在这里一件新衣服都买不起。对，你就是买不起，一辈子省吃俭用土里土气，也配来这里买衣服。服务员，有人想在这里偷衣服。
先生，请问什么情况？谁要偷衣服？就是他们，身上没2个钱还进来说是挑衣服的，不是进来偷衣服的还能是来干什么的？我们光明正大进来买衣服，什么时候偷衣服了？这里随便一件衣服也要1800，就算是最便宜的一件衣服也要800多，你们买得起吗？别说800多，就算8000多，郑山叔也买得起。亲家公，我劝你一句，人老就安分点，不要没钱还爱装体面，打肿脸充胖子，最后丢脸的只会是自己。我丢脸？我堂堂正正进店掏钱买衣服，我丢什么脸？你没钱付账就是丢脸。我没钱付账，老子一天就赚了18万，有的是钱付账。给我来3套店里的高定桑蚕丝商务西装，2件轻奢羊绒大衣，再拿2双手工定制真皮皮鞋，全部拿最新款、最高价位的，直接打包，我全款买单。好的，先生，我现在就给您打包。笑死我了！你还敢要店里最贵的高定西装、羊绒大衣？你有这个钱吗？等下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来付账。爸，你要态度好点，我给你买一件最便宜的衣服也不是不可以，但你一口气要店里最贵的几套衣服，等下我可不会给你结账，老子不需要你个白眼狼给我结账。那你还不快点把这些衣服退了？等下你付不起钱，可别连累我们。连累你们？老子拿自己的钱给自己买衣服，怎么连累你们了？你要的这几套衣服最少也要2、3万，你现在浑身上下能拿出100块吗？你等下掏不出钱来，不就是想让我们给你结账吗？林博文，你看不起谁呢？你难道还想说你们一天真赚了18万？真有18万，你们还用穿这身破旧衣裳？看到了吗？这就是郑山叔今天赚的。真有18万！18万你还藏了私房钱？这样吧，我也不让你道歉了，爸，你把这18万交给我保管，我们就让你回去。回去？我前半生为了你掏心掏肺，换来的只有羞辱和驱逐。现在就算你求老子回去，老子也不回去。服务员，衣服打包好了没有？先生，这是您要的衣服，都已经打包好了，一共是23500块。2万多块，你就买这么几件衣服，我们都舍不得买，你还不赶紧把这些衣服退了？亲家公，都这个年纪了，突然赚了点钱就膨胀，你还能一直有这个运气赚钱啊？就是，运气好赚了点钱，就开始大手大脚，这点钱能够你折腾几次的？老子今天赚了18万，明天照样能赚，就算哪天赚不到了，也风光潇洒过。怎么都比以前窝在你们家给你们当牛做马好。爸，今天这18万你要是不给我的话，我以后可就真不认你。你现在赶紧把钱交出来，我以后还能给你养老。我前半生掏心掏肺对待你们，换来的只有羞辱和驱赶，还想让我把钱交给你？你别做梦了。强子，我们走。真是油盐不进，一把年纪揣着这么多钱，在外头乱晃，迟早被人骗光。古玩捡漏本就不稳当，今天侥幸赚了钱，哪天看走眼打了眼，这点本钱早晚得赔回去。哪像我爸，踏踏实实拿退休金，收入才叫真稳定。可不是嘛，靠运气吃饭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这月月领钱，心里才踏实。叔，这又是宝贝吗？做工精细，也做了做旧处理，但是年代不对。叔，这块破石头烂玉，又干又裂，还有一层黑乎乎的脏东西，比那个木头雕像我看还假。老板，这块玉怎么出？老师傅，你有眼光，这可是唐代宫廷御用护身玉牌，早年宫里贵人贴身戴的，能镇宅挡灾、招财护身、趋吉避凶。现在市面上几乎已经绝迹了，你要诚心想要，一口价50万。10块。不是大哥，我50万的宝贝，你给我砍到10块，你这哪是砍价，你这是直接白嫖啊！不开玩笑，最低4000，少1分不卖。50，卖不卖？不卖我马上就走。卖，我真是服你了，今天开张图个吉利，亏本卖，50给你了。强子，付钱。好嘞。支付成功。
这老师傅昨天捡漏了2样东西，今天又出手了。你们说他手上这块玉是真是假？这玉全身堪裂，沁色发黑，完全是报废老玉，扔地上都没人捡，应该是看走眼翻车了。他以前可是有神眼之名，看来年纪大了，眼睛真不行了。你们眼中的这块废石烂玉，可是汉代和田玉龙凤纹玉佩。这玉因为长期埋土受沁，表层风化严重，被尘土黑垢包裹，看起来看着残破不堪，但内里玉质细腻油润，雕工也古朴大气，是正经高古玉老货。高古玉玩沁玩底蕴，哪怕表层受损，收藏级别也远超普通新玉。汉代和田玉龙凤纹玉佩，怎么可能？老师傅，这玉能给我过手瞧瞧吗？真是汉代和田玉龙凤纹玉佩，真货！老师傅，这玉我出2万卖给我吧。汉代和田玉龙凤纹玉佩，就算裂了，那也不是2万就能买走的。老师傅，我出诚心价3万。3万，看来你也没多诚心嘛。老师傅，我出6万。这玉能给我瞧瞧吗？竟然是苏总！郑山叔，这可是苏晚秋，咱们江城鼎鼎有名的顶级大藏家，也是龙云商会的掌舵人，手里收藏的珍稀古玩不计其数。这位老师傅，这玉能给我瞧瞧吗？老师傅好眼力，这块汉代龙凤高古玉佩，土沁自然，雕工古朴，制式完美，是馆藏级的珍品，寻常资深行家都容易被表层黑垢、风化裂纹误导，看错品相。您能一眼识宝，眼力实在远超常人。这块玉我愿意出15万。15万，直接封顶了，不愧是苏总，出手就是阔绰。这块玉6万就是我的极限了，苏总直接高出这么多，这块玉是苏总你的了，可以成交。支付宝到账15万元。老师傅，这是我的名片，你以后要是还有这种好货，可以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郑山叔，你也太厉害了！那块汉代和田玉龙凤纹玉佩都堪裂发黑，破成那个样子了，满街行家全看走眼了，就你还能一眼辨出真品，这眼力简直绝了！捡漏靠的是眼和心，眼要仔细观察，胎质看雕工，看沁色，不被表面残破脏垢假象迷惑；心要沉得下来，不跟风，不浮躁。普通人只看品相好坏，内行只看骨子真假。古玩一行从来不是靠运气赌货，靠的是日积月累的功底和沉淀。外行人看破烂，内行人看珍宝，这便是差距。叔，我算是彻底明白了，跟着您我才算真正入了古玩这行的门。苏总，我托人问了一下，才找到你这里。老师傅，又见面了。苏总是特意来找我的。是，今天冒昧打扰，是有一场硬仗，想请您帮忙压阵。压阵？我龙云商会和城西宏远商会常年争夺江城古玩市场资源，积怨已久，因此我们3年前约好了，每半年举行一次鉴宝比拼，我们两边各出2位鉴宝大师同台竞技，输赢直接敲定江城最大几处古玩资源后半年的归属。我商会已有一位资深大师坐镇，但宏远商会这次请了圈内数1数2的狠人，手段刁钻，眼力毒辣，我心里没底。所以苏总是想请我叔出山帮忙压阵。林师傅，只要您愿意出手压阵，本场比拼结束，我愿意直接支付您20万酬劳。既然苏总信得过我，那我便答应你，这场比拼我帮你压阵。林大师，这位是张老，我龙云商会的首席鉴定师。张老，这就是我请来顶替刘大师的林正山林大师。林大师，久仰。这就是你请的人，苏晚秋。你龙云商会真是越混越回去了，放着自家师傅不用，临时找了这么个老头子来压阵。你要是实在缺人，我可以借2个大师给你，免得你等下输得太难看。这是5年前隐退的林正山，当年确实厉害。我听说他刚回来就捡了几个漏，也许宝刀未老也说不定。当年厉害，但隐退5年早就脱节了。现在的高仿套路他根本不懂，早就跟不上圈子了。时代毕竟一直在发展，捡几个漏有什么用？今天参加比拼的大师实力可都是首屈一指的。苏总，要不还是让刘师傅回来继续压阵，毕竟我们原先定的人选就是刘师傅。不用，我相信林师傅，那块高古玉埋土千年，表层侵蚀严重，就算是圈内老手也极易看走眼。
林师傅能在一堆废玉堆里精准捡漏，眼力绝非普通行家可比。过气的老东西就乖乖坐在台下压阵看戏，要是强行逞强，小心晚节不保。鉴宝之道，底蕴为先，口舌无用。我们台上见真章。好，那我们就台上见真章。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过气的老东西还有几斤几两。各位来宾，各位藏友，本场商会鉴宝对决方式以判真伪定年代估市价，正确率高者得分。一共鉴定5件珍宝，最终赢下3局的商会拿下本场比赛胜利。现在有请我们鉴定的第1件珍宝。长老，拜托你了。苏总放心，老朽定当不负所托。太古锦石青花发色沉纹，包浆层次自然，正宗青铜器青花赏评，真品，市价35万左右。错了，说，张老手法这么专业，步骤全对，怎么还错了？这瓶子是假的。假的？那这一局张老岂不是输了？林师傅，您别乱说，张老在咱们商会鉴宝几10年，甚少出错。既然他说了这东西是真品，肯定有他的理由。这青花赏评是假的，估价嘛，200块吧。官方权威复鉴结果出炉，本场第1件藏品确认为清代中期真品清华赏评仿品。第1场鉴定结果，李大师判断正确，张老判断失误。什么？不可能！我声波、盘浆、开化全部核对，这瓶子怎么会是假的？长老，这是新型高仿障眼术，现在顶级仿品能伪造全套老化特征，专骗老行家。你落伍了，李正武。现在比试还没完，我们的胜负犹未可知，是吗？第2件藏品，请2位继续鉴宝。晚清粉彩盖碗，品相完整，传世老物，真品，市价20万。釉面过于鲜亮，火气未退，现代仿品，市价3000。又错了。又错了。标准答案公布，晚清粉彩盖碗真品，李大师再得1分。怎么可能是真的？这东西明明……张老，你不必自责。今天用于鉴定的藏品本身就难以鉴定，在场换任何人来，也不敢说不会失误。苏总，我……张老，你心太乱了，先下场好好休息。这里的事不用你再操心了。方唐，扶张老下去休息。龙云商会的招牌大师也不过如此，2轮全崩，毫无还手之力。苏晚秋，我看你还是干脆直接认输好了。龙云商会首席鉴定师简直是徒有虚名，现在就剩你这个过气的老东西了，上台吧。林师傅，现在是我们龙云商会的绝境时刻，2轮比试落败，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苏总，剩下的交给我吧。正山叔，我相信你一定能连赢3场，赢过他们的。怎么，龙云商会没人可用了？居然真把这个老头子推上来凑数了。开始吧。现在进行第3场比试。晚清粉彩花鸟盖罐，画工细腻，釉色纯正，传世品相完整，无磕碰无修补，100%真品，市面市价保守25万。林大师，该你了。假货，真是笑话！一眼大开门的晚清真品，你居然说是假货，果然是隐退太久，眼光彻底废了。为了博眼球胡乱判定，纯属丢人现眼。同治粉彩画工讲究笔触顿挫，线条古朴老旧。此罐花鸟线条过于圆滑工整，毫无时代风骨。最关键，圈足做旧刻意死板，胎质过于细腻，是现代机器制胎工艺，典型精工高仿。权威复审结果公布，本场藏品为现代顶级精工高仿赝品。林正山大师判定正确，李大师判定失误，龙云商会扳回1分。不可能，没有什么不可能。过气的老东西都赢不了，李大师，看来你该退休了。让你侥幸赢了1局而已，你不用得意。是侥幸还是本事，你等下就知道了。现在开始进行第4件珍宝的鉴定。清代早期3足铜香炉，传世老包浆，锈层自然入骨，器形规整无误，无任何做旧痕迹，真品，市价40万。还是假的？一派胡言！这铜器包浆浑厚入骨，锈层层次分明，是我最擅长的品类，怎么还可能是假的？真正的老铜炉锈层深浅交错，层次自然，历经100年氧化温润厚重。这件香炉虽然也有锈层，但却均匀死板，是药水短期敷拭而成。权威复检结果公布，青铜香笼确认为现代人工做旧高仿赝品。
林正山大师判定正确，又赢了，输太牛了，连扳2局了。我果然没有看错林师傅，绝境之中力挽狂澜，这般顶尖眼力，整个江城只怕也无人能及。太厉害了，林大师只是一眼就看出了2件顶尖仿品的真假。不可能，我怎么会接连看走眼？我钻研铜器数10年，怎么会输？没用的废物，竟然被一个退隐的老东西连追2局，简直是烂泥扶不上墙。周大师，这最后一局靠你了。赵总，按照我们事前说好的条件，我若赢下此战，我要的东西你可得兑现承诺。周大师放心，只要你能帮我赢下比试，你想要的那套清代官窑藏品，我双手奉上，绝不食言。富豪，竟然是鬼眼周，他居然也被宏远商会请来了。长老，这个鬼眼周很厉害吗？难道他比李正武还厉害吗？何止是厉害，这人的名声极差，但鉴宝眼力、造假辨伪的本事，是我们江城古玩圈顶尖的存在。他早年混迹黑市，专攻高端高仿残器修复，圈内人称鬼眼。最可怕的是，他不仅会鉴宝，更懂造假套路，所有新式仿品做旧手段，他全都了然于心。3年前一场顶级擂台赛，他一人碾压10位资深鉴宝师，整个江城他都可以算是数1数2的古玩大师。林师傅这次遇到真正的硬茬了。林正山，5年前古玩圈鼎鼎有名的神眼，我早有耳闻。当年你风光无限，多少豪门大佬都争相追捧，只可惜为了家庭隐退江湖，白白荒废5年光阴。是啊，5年光阴，埋头柴米油盐，困于家长里短。我封存手艺，褪去锋芒，的确荒废了整整5年。知道荒废了就好。古玩圈日新月异，5年时间，新式造假套路、高仿工艺迭代无数。你隐居市井5年，早就与圈子脱节。今日你连赢2局，不过是捡了李正武学艺不精的便宜。遇上我，你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你现在主动认输，还可以保存你最后一点颜面。谁赢谁输，我们手上见真章。既然你执意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各位来宾，本场龙云、宏源2大商会鉴宝擂台赛迎来最终决胜轮。现在有请我们最后一件藏品，好像是明代永乐宝台青花碗，器型规整，釉色纯正，应该是真货。明代永乐宝台青花碗，大开门真品，胎薄釉润，画工古韵十足，传世品相完美，无修无补，市面稀缺，保守市价100万。完了，这件藏品我反复看了数遍，器型标准，薄胎通透，落款工整，所有外在特征完全贴合明代永乐青花的特征，绝对是顶级珍品。周大师眼光太毒，没有半点失误。林师傅这下真的麻烦了。长老，您再仔细看看，真的一点破绽都没有吗？是啊，长老，您深耕古玩行业几10年，经验老道，有没有发现什么细微漏洞？哪怕一点点做旧痕迹也好，我们还有翻盘的机会。我真的找不出任何问题，这永乐青花珍品毫无瑕疵，换做任何圈内好家来判，结果都是一样的。林大师最好的判定结果，最多也只能和鬼眼周打平。这碗器型、画工、落款无一不真，的确是真品。你不会也要给他估价100万吧？我给他的估价是100。100没有万？哈哈哈！明代永乐宝台青花碗的真品，你竟然只估价100没有万？完了完了，林大师自己都说这是真品，怎么还只给出了100的估价？明代永乐宝台青花碗现在市面上存量极其稀少，几年前拍卖过一次，拍卖的价格是150万。这几年古玩行情不行，但也最少还能价值100万才是。林大师怎么只给他估价了100？真品无缺的明代永乐宝地青花碗自然价值100万，甚至是有缺的，最少也能价值几十万。但这只明代永乐宝地青花碗却是只值100块，就算它是真品，也只价值100块。明代永乐宝体青花碗你自己都鉴定为真品，现在却估价只有100块。我看这场比试的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还是说你明知道已经赢不了，再故意哗众取宠？我还不屑于做哗众取宠的事情。至于为什么，我说这明代永乐宝泰青花碗是真品也只价值100的原因也很简单。什么？3、2、1。林正山，你到底在故弄什么玄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真品，也只价值100的原因。这怎么可能？我刚才明明还看过，这东西没有裂口，怎么会突然就碎了？那是因为它看似完好无瑕，实则先天存有缺憾。当年烧制之时火候不足，胎片被打磨过薄，胎骨彻底疏松。而在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洗礼下，现在的它已失去了骨瓷本该有的筋骨韧性，所以它没有裂口。但时间到了，自然也就碎了。太不可思议了！寻常行家只会看新旧辨真假估市价，林师傅却能看透这器物崩碎的时间，这般入微的眼力、通透的认知，实在是远超我辈。神眼之名，名不虚传。宣布结果吧。最后一轮对决，林正山大师判定正确，周大师判定失误。
本轮龙云商会得分，赢了，我们赢了！妈的，这也能输？鉴宝者变的从不是皮囊假象，而是岁月底蕴。你深谙造假之术，却早已失了鉴宝本心。要不然，若是你仔细观察，也未必不能看出这碗已经到了时间。这一局你输的不冤，说的冠冕堂皇。这次是我一时疏忽，大意翻车。我鬼眼州的本事远不止于此。林正山，今日之局我记下了，咱们山水有相逢，往后江湖再见。苏万秋，算你运气好，捡了个高手翻盘。但你别以为这场赢了就稳操胜券了。我们两家商会的竞争不是一次比试就能定输赢的，咱们来日方长。商场博弈，输赢各凭本事。半年后，我等着赵总赐教。我们走。林师傅，今日真的太感谢你了，若非你，我龙云商会今天就彻底输了。你救了我们整个商会。林大师，这张卡里面有20万，是您的酬劳。林师傅，除了这20万，我也想邀请你加入我们龙云商会，担任我们商会的首席鉴宝大师，月薪10万。月薪10万，正山叔。苏总厚爱，我心领了。只是我闲散惯了，刚刚重出江湖，只想自由随性行事，不想有太多束缚。林师傅不愿有太多束缚的话，那我们换一种合作方式。我聘请你做我们龙云商会的特聘鉴宝顾问，无需坐班，无需常驻，不用打卡考勤，完全自由。林师傅，你意下如何？平日里林师傅你只管随心生活，自由简陋，不受任何约束。只有遇到商会拿捏不准的高端重器、疑难家访，再请你长眼。这样合作愉快。叔，你太厉害了，又入账20万。强子，等2天我们换个地方，找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落脚之处。叔，您要买房？自己的房子住着才踏实。38万不多，但也足以我们付个首付了。汪助理，你怎么过来了？林大师，苏总特意吩咐我把特聘鉴宝公证合同给您送过来，后续商会所有高端资源、鉴宝渠道都会对您全面开放。您自主接单、捡漏，商会全程兜底背书，每次鉴定酬劳单独结算，月薪。爸，我们可算找着你了，我们都听说了，你帮龙云商会鉴宝一下子赚了20万。爸，家里现在急需用钱，手头周转不开，你捡漏的那18万和这20万先拿出来给我们应急。林大师，那我先回去了。爷爷，爸，之前是我们年轻不懂事，一时糊涂说话伤人，把你赶出家门，是我们不对。这几天我们心里一直惦记你，放心不下你，所以特意带着孩子过来接你回家。爸，以前都是我脾气差，不懂孝顺，你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你一个人在外住着，终究是孤单冷清，家里房间一直给你留着干干净净的。我们以后好好孝顺你，你跟我们回家吧，一家人团聚多好。是啊，爸，子轩天天吵着想爷爷，家里没你在，一点热闹气都没有。以前是我们鬼迷心窍，往后我们一定好好待你。你把这38万给我们，就跟我们回去享福，再也不用在外漂泊吃苦了。不必了。当初你们把我赶出家门，百般嫌弃，断尽亲情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孤单冷清？现在看到我赚了钱就跑来认错尽孝，张口要钱，你们的孝心我受不起。这38万是我凭本事辛苦赚来的，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我不会给你们1分钱，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家。从今往后，我的事儿你们少管。你们两口子也好意思开口？当初把郑山叔赶出家门不闻不问，现在看见郑山叔赚钱了，立马跑来装孝顺抢钱。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我输的钱是他凭眼力凭本事挣的，想怎么花怎么用，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赶紧给我滚！爸，你别这么绝情。再说鉴宝这行我又不是不懂，你以前也手把手教过我，靠的全是眼力和运气。你现在年纪这么大了，眼神精力都跟不上了。今天能看准，明天万一走眼鉴定出错，到时候不仅赚不到钱，还要赔钱惹祸。趁着现在手里有钱，赶紧见好就收，别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爸，博文说的没错，你年纪摆在这儿，见好就收才是最稳妥的。我们也是为了你好。为我好？你们是为我好，还是为了你们自己的私心？我年纪大了，眼力不稳。我要是今天没赚到这38万，你们还会来找我？当初我年轻能干，手里有余钱的时候，你们花着我的钱心安理得。我一朝落魄，没用处了，你们二话不说，直接把我扫地出门。现在我凭自己本事翻盘赚了点钱，你们倒是跑出来关心我的年纪，担心我看走眼了。爸，我们可是你儿子儿媳，你现在有钱了不给我们，还想给谁？我给谁那是我的事儿，我就算拿去喂狗，也不给你们一毛。好的很。林正山，你非要这么绝情是吧？如果你真要这么绝情，那以后你也别想我们给你养老送终。等你老的动不了，瘫在床上的那天，没人管你，没人伺候你，你就只能自生自灭。你们不给郑山叔养老送终，我给郑山叔养老送终。你，林正山，你真以为他比我们靠谱？我可是你亲儿子，你把38万给我，我以后还能捆待你吗？
他一个外人，你给他的话，他就是看中你的钱。等你没钱的时候，你真以为能指望上他？指望你，我还不如指望狗。强子靠不靠谱，我比你清楚。而且以后我的养老我自己担着，就算我以后孤老终伤、露宿街头，也绝不会找你。你们赶紧给老子滚！林正山，你牛逼，你给我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以后就算你后悔，就算你落魄没人管，你也别低三下四来求我们。我们走，以后别再来找我们。我倒要看看你不靠我们，以后能风光多久。到时候老无所依的时候，你可别后悔。怎么样？那38万你们要到手了吗？我告诉你们，我看中的那套房子现在正是抄底价格，现在入手铁定能赚大钱。别提了，那老东西现在彻底翅膀硬了，翻脸不认人。我们好声好气跟他说接他回家养老，好话都说尽了，结果他油盐不进。他现在不光1分钱不肯帮家里，还跟我们彻底翻脸了，放狠话让我们以后别求他，还说要跟我们断绝所有关系。你爸也未免太不近人性了，哪有做老子的和儿子计较的？就是啊，爸，我们都低头给他认错道歉了，他还得理不饶人。再说他年纪那么大，健保本来就是靠运气和眼力，早晚有看走眼赔钱的时候，趁着有钱不补贴家里，以后亏光了，我们还要帮他兜底。他这是有点钱就飘了，毕竟没经历过什么事情，不像你爸我以前在厂里是领导，心态足够平稳。既然他这么绝情，不顾父子情分，死活不肯掏钱帮我们买房，那以后也别想我给他养老。可房子怎么办？错过这次抄底机会，我们可就亏大了。是啊，那套房子可是我看了好久了，现在买的话肯定是捡漏的机会。贷款吧，现在好房源难得，错过真的太可惜了，不能白白错失赚钱的机会。贷款？可我们现在本来就还有房贷车贷，再贷款买房的话，钱根本就不够还房贷的。房贷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我每个月几千块的退休金可以先帮你们顶着，你们只要从银行贷首付钱就行了。还是爸你心疼我们，真心为我们着想，比起那个没情没义老东西好多了。没错，还是爸你靠谱，真心实事为我们考虑，不像我爸那个老东西，手里有钱也不帮我们，太绝情了。还好我们果断贷款拿下了这套房，这几天这个小区的房价一直在涨，真被我们抄到底了。要不了多久，我们肯定就能大赚一笔。还得多亏了爸愿意拿退休金帮我们还房贷，要不然我们还真没钱买下这套房子。我爸明事理，知道为我们着想，又不像你爸手里握着几十万，却一毛不付。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就你们这一个女儿女婿，帮衬你们是应该的。你们安心住新房，房贷我先帮你们顶着，你们不用有压力。爸你放心，等这房子房价涨了，我们就把这套房子卖了，到时候我们一定给你养老。对，爸你放心吧，以后我们一定给你养老。至于我爸那个老东西，他现在有钱都不帮我们，以后也别想我们给他养老送终。几位，怎么样？这件藏品你们有结论了吗？苏总，这枚玄尘万象玉璧色泽和质地都没有问题，但风化却有些不太自然，我不敢断定真假。玄尘万象玉璧在史料的记载之中与眼前的几乎一模一样，但这件藏品的纹理布局、穿孔工艺却与记载中的有些区别。苏总，我也不敢断定这玄尘万象玉璧的真假。张老，你呢？你觉得这枚玄尘万象玉璧究竟是真是假？苏总，这枚玄尘万象玉璧工艺太特殊，新旧痕迹交织，真伪难辨。老朽也连张老你也无法判断这枚玄尘万象玉璧的真假吗？可这枚玄尘万象玉璧是我为即将要举行的夏季拍卖会准备的压轴宝物。苏总，我们商会之中能鉴定出这枚玄尘万象玉璧真假的，恐怕只有一个人。你说林大师？没错，除了林大师，我看我们商会之中只怕无人能辨别这枚玄尘万象玉璧的真假。立刻去请林大师过来。等一下，我们亲自去找林大师。苏总，你有什么事吗？林大师，今日冒昧登门打扰，是有一件棘手重器，商会无人能辨真伪，所以只能请您长眼了。什么东西？竟然连商会的专家也辨别不了真伪。上次林大师你帮我们龙云商会成功拿下行业竞争胜利，按照商会历来的惯例，胜出方都会必须举办一场顶级私人拍卖会，稳固商会圈内地位，聚拢行业人脉。而这种规格的拍卖会，按照惯例都会提前备好数件顶尖重宝作为撑场藏品，同时还要敲定一件顶级压轴重器镇场。目前撑场的几件重宝我都已经全部敲定到位了，唯独最关键的压轴重器一直没有合适的备选，一直到最近几天我们才找到了这枚玄尘万象玉璧，但这东西我们却无法判定真伪。玄尘万象玉璧作为最顶尖的宝物，一旦能够确定它是真品，这次拍卖会必然轰动整个江城，甚至全国古玩圈，到时候无数顶级藏家、商界大佬肯定都会参会。如此一来，龙云商会不仅能够大赚一笔，也能借此打出。我明白了，林大师，老朽学艺不精，面对这件重器实在难辨真假，现在只有靠你了。林大师，怎么样？这枚玄尘万象玉璧到底是真是假？
这枚玄尘万象玉璧，冰撇纹路完全贴合古玉特征，雕工复刻之法也没有问题，甚至连传世古物常见的崩口、岁月痕迹都十分逼真。但这东西是假的。假的？假的。苏总，如果这枚玄尘万象玉璧是假的话，那我们拍卖会的压轴宝物就没了。可是我们的请帖已经发出去了，而现在距离拍卖会仅剩3天时间了。3天时间，一般的藏宝还能找到，但这种压轴的重宝要在3天内找到几乎就不可能。苏总，我们要不取消这次的拍卖会？绝对不行！这场拍卖会意义非同一般，现在各界名流、商界大佬我们都已经邀请了，更是我们龙云商会打赢同行竞争，一旦计条，我们瞬间会沦为整个行业的笑柄，这比缺少压轴的重宝带来的损失更为严重。可现在没有压轴宝物强行举办拍卖会的话，我们的口碑、声望也会受到打击的。苏总，若是你愿意相信我的话，给我3天时间，我定能寻到一件宝物，顶替这件赝品，作为本次拍卖会的压轴拍品，帮商会度过危机。林大师，你能找到压轴宝物？能。林大师，我轻易不和人许诺。要是你这次能帮我渡过难关，往后我龙云商会的资源渠道尽可对你开放。日后但凡你有任何需求，商会和我也必定倾力相助，绝不推辞。郑山叔，你有把握吗？一般的宝物在这些摊位上还可能找到，可要找到能作为压轴拍卖的顶级宝物也太难了。大隐隐于市，重宝藏于尘。越是无人问津的市井地摊，越容易藏着被世人忽略的绝世孤品。高端重器从不在光鲜展台，只在识货人眼中。你放心吧，你输我有信心。这个怎么卖？这可是商招的老东西了，老师傅有眼光，你给1000万拿走吧。1000万，您可真能狮子大开口。做买卖我开价，您还价，您还个价，我看看合不合适。5块，卖不卖？5块，您打发叫花子呢？我这可是商周的东西。这样，您看好的话，我也不占您便宜，100万给您了。商周，我看是上周吧。这东西我们买回去也就是听个响。这样，我再给你加20。再加点，您再加点。35，最后一口价了。你要是不卖的话，那我们可走了。35，卖，给钱。老板，你手上还有没有类似的老旧金属配件？没有了，就这一件孤零零的，剩下收来的都是些没用的废铜烂铁，早就处理干净了。那你这件东西具体是从哪里收来的？这东西是前阵子城郊老村落拆迁，我在村里一户老住户人家收旧货时，从他们家旧杂物堆里翻出来的，当时给了他2块钱。叔，这东西是什么珍宝吗？是一件传世顶级重宝的核心配件。顶级重宝配件？可这东西看着就像是块破铜烂铁啊！这东西年代久远，历经千年风霜锈蚀，表层锈垢厚重，彻底遮盖了本来样貌。说实话，若是单看这单独一块配件，确实不值什么钱，就是一块残破老旧的金属残件，毫无收藏和竞价价值。可一旦找齐所有残件，拼凑完整，这东西便是货真价实的传世重宝。我懂了，单独一块破故件分文不值，没人看得上，但只要能找齐所有残件拼完整，就是惊天传世宝物。难怪叔你要问他在哪里收来的这东西。走吧，现在就去那个村子。叔，这村子拆得七零八落的，好多房子都推平了，咱们连具体是哪一户人家都不知道，这可怎么找？别急，找人问问。大爷，麻烦向您打问个事儿。前阵子有旧货商贩在村里一户人家收走了一件老旧的金属构件，您知道大概是哪一户吗？哦，你说的是老赵家吧？村里就他家老宅里堆了一大堆祖传的旧杂物、老物件，从来不收拾。前段时间拆迁，好多新货都被商贩收走了，别家早就清空搬走了，就他家东西最多。大爷，那您知道老赵家的老宅具体在哪儿吗？顺着这条路直走，走到最里头那栋青砖老家院就是，独门独院，很好认。不过房子也快拆了，你们要找东西可得抓紧。多谢大爷。爸，给我点钱花。没钱，家里啥钱都没有，
你别骗我了，我都听说了，这阵子好多收旧货的来咱家，收走了一大堆老物件，怎么可能没钱？那些都是不值钱的破烂，一件就只能卖2块3块。家里的老东西卖了大半，全部加起来也就卖了几十块，够干啥的？大哥，打扰一下，你看看这东西是不是你家之前卖掉的？对，是我卖掉的。这东西在家里好多年了，也没什么用处。有人收废铜废铁，我2块钱卖了。那你家里还有没有这种一模一样的配件？有，我认得这个。这些东西小时候我经常拿在手里玩过的。那你把剩下的几块找出来给我看看，我这边可以全部收购。你要买？你等一下。瞎忙活啥？几块破铜烂铁根本值不了几个钱。你看看，是不是这几个？这东西垫在桌脚下，我好不容易才翻出来。没错，这就是我要找的。那这几个东西能卖多少钱啊？你想卖多少？我要5000块，1分都不能少。你还真敢狮子大开口！刚才你自己都说了，这东西就是拿来垫桌脚的破烂，1分钱不值。现在张口就要我们5000，也太敢要了吧？那3000总可以吧？最低1000，不能再少了，再少我不卖了。不用1000，我给你3000。真的？那你可不能反悔。强子，拿钱。能转账吗？能。爸，我还有点事儿，先出去了。你个败家子儿，省着点花，别又几下花没了。知道了。有手机吗？有。能转账吗？我家那个兔崽子前面想用我帮他贷款，帮我开通的，只是我一个老头子没工作，年龄又大，最后贷款没批下来。我再给你转钱，算是我买这几件铜件的钱。你不是已经给过3000块了吗？10万？你怎么给我这么多钱？这几件铜件本身的价值远超这个数，说直白点，是我占了便宜。这10万你反而还赚少了，所以这些钱你安心收下，把钱收好，千万别让你儿子知道了。人老了，手里留点积蓄，往后生活做事都有底气。手里没钱，遇事寸步难行。毕竟就算是亲生儿子，也未必靠得住。我知道，我一定不让那个臭小子知道。叔，我有点想不通，咱们明明3000块就把东西买下来了，你为啥还要多给他10万块啊？这也太亏了吧！强子，在古玩市场摊位捡漏，那靠的是个人眼力和本事。行内规矩本来就是有亏有赚，全凭眼光高低。就算捡到大漏，那也是各凭本事。所以我开价10块20块，也不会有任何的心理亏欠。但在这种普通农户家里收获不一样，他们不懂行，不识宝，一辈子老实本分，只当是破烂杂物。我要是靠着信息差，以极低价格把宝贝拿走，那不是捡漏，是占老实人的便宜，不地道。这几件铜件价值极高，给3000是捡漏，多给10万是补上物件真正的价值。做生意玩古玩，眼力是本事，人品才是根基，该给人的价值1分都不能少。你记住了？原来是这样，叔，我记住了。我的天，单独看全是不起眼的破零件，拼在一起居然这么震撼，完全像变了个样子。有了这东西，拍卖会的压轴之物也算是有了。叔，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林大师，是有收获了吗？幸不辱命。林大师，您找来压轴的就是这东西，这铜器有什么来历吗？这是玄文横书。我以前只在古籍孤本中见过零星记载，只知晓此物乃是春秋时候之物，没想到今日竟然能够有幸得见。这做工，这纹理和古籍中记载的一模一样，这是真正的玄文横书。长老，这玄文横书很贵重吗？方助理，玄文横书工艺绝世，有史以来可知的就只有2套，除了贵重外，它还具备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是真正可遇不可求的稀世重宝。有这件玄文横书压轴，商会这次的拍卖会绝对足以震惊整个古玩圈。林大师，这次真是辛苦你了。您这次收购这件玄文横书花的所有费用，我们商会都会全额报销。另外，等这件玄文横书后续拍卖后，
所得的所有款项全部归你个人所有，商会分文不取。我不吃了，天天都是外卖，我不想吃外卖，我想吃爷爷做的，爷爷做的菜最好吃，我要爷爷回来。好了，别闹了，我不会做饭，你爸也不会做饭，你不吃外卖，难道还想饿肚子吗？我要爷爷回家，我不要吃外卖，我想吃爷爷给我做的饭。上次我们去请你爷爷回来，你也看见了，不是我们不让他回来，是他自己不愿意回来。那还不是你们先嫌弃爷爷的？爷爷本来每天给我做好吃的，还给我辅导作业，都怪你们把爷爷赶走。我们大人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要是不想吃这些外卖，我给你另外点几个菜。我不嘛，我不嘛，我不吃外卖，我就要吃爷爷做的。够了，林子轩，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听话了。我们大人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插嘴。你要是再敢提他一句，今天我就好好收拾你。老婆，你也别凶孩子。自从爸走了后，我们这半个月天天吃外卖，这玩意儿本来就味道不好，孩子吃不惯也正常。那怎么办？你不会做饭，我也不会做饭，不吃外卖，那吃什么？要不你尝试学习一下做饭？让我做饭？林博文，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你怎么说的？说要让我好好享福，绝对不会让我做家务的。可你不做的话，谁来做？你也不看看这家里都乱成什么样子了。你吼什么吼？家里乱成这样，我收拾得过来吗？而且我嫁给你是跟你过日子的，不是来给你当免费保姆做家务的。你不做，难道要我做吗？我天天辛辛苦苦挣钱养家，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我体谅你？那谁体谅我？你在上班，难道我没上班吗？本来好好的日子，要不是当初你非要把你爸赶走，我们用得着天天吃外卖，住得跟猪窝一样吗？你还怪我？当初最嫌弃爸，天天挑刺想赶人的不是你吗？现在出事了，全往我身上推，你早干嘛去了？你的意思，这一切全都是我的原因了？林博文，你个混蛋！我混蛋？你看看这家里都成什么样了。要不这样，你先把你爸喊回来帮忙一阵子，等我们忙过这段时间，买的那套房子升值变现了，我们到时候直接请个保姆。那可不行，我爸以前好歹是厂里的领导，体面了一辈子，哪里干过做家务带孩子的琐碎杂活，现在让他过来伺候我们，他肯定不愿意，我也丢不起这个脸。你爸是领导要体面，我爸就活该累死累活当保姆是吧？而且只是让你爸临时帮忙一阵子而已，等咱们那套房子升了价赚了钱，我们就立马请保姆，到时候就不用他辛苦了。真要让我爸过来帮忙也不是不行，他以前好歹是厂里的领导，现在过来做家务带孩子，辛苦又掉面子，想要他来可以，但我们每个月必须给他开1万块工资。1万块工资？有1万我直接请个专业保姆不好吗？何必大费周章请你爸过来？而且再说了，我们现在还了房贷车贷，哪掏得出这1万块闲钱？没钱？没钱你就老老实把你爸请回来。上次我们都把事情闹得那么僵，话说得那么绝，我哪还有脸回去请他？我爸是绝对不能过来受这个累的。现在再让我低头去找他，我根本开不了这个口。你开不了这个口，我也开不了这个口。既然谁都不肯低头求人，那没什么好说的，就先这么熬着吧，死撑一段时间，等咱们那套房子升值赚钱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也只能先这样了。子轩，你先克服一下，等爸妈妈买的房子赚钱了，就给你专门请个保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爸，你这么着急，怎么了？你们之前不是把钱交给我，让我帮你们处理买房的事情吗？我找了个中间人，他说能帮我们走内部渠道，买房可以打折，便宜不少。我把你们给我买房的钱都给他了，结果我刚刚发现，那个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现在他卷了你们的钱跑了。跑了？怎么会跑了？不对，我们签了买房合同的啊，他就算跑了，房子也还在啊。假的，都是假的。那份买房合同是他提前伪造的假合同，根本做不了数，也没有在房局备案。爸，这合同可是你拿回来的，你和他签合同的时候就没查这些信息吗？他说可以给8折，还说可以帮我跑完这些手续，我就……所以你就没有去看吗？爸，我们真是被你害死了。不对啊，爸，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也没有折扣啊。如果8折的话，那还有6万去哪儿了？那6万我想换一辆新车，被我拿来买车了。你拿我们的钱去买车了？你简直太过分了！
林博文，你又吼什么吼？我爸也是一时糊涂，他心里比谁都难受。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吼他能解决问题吗？你爸在中间吃了我们6万回扣不说，他还把我们30万首付钱全被人给骗了。我就算吼他一下又怎么了？博文，这次是爸不对，爸向你们道歉。现在行了吧？我爸也给我们道歉了。光道歉有什么用？我们可是在银行贷了30万，房子没了，银行的钱可是要还的。我们现在哪里还有钱来还这30万？我们没有，你爸有，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去找你爸爸。现在拍卖会已经进入了尾声，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有请本场拍卖会的压轴之物。来自春秋时期的顶级至宝玄文横书。真的是玄文横书，古籍记载的春秋重器居然真的现世了。这玩意儿我记得本身就只有2件吧，能流传下来这1件，只怕已经是孤品了。这等重宝已经可以成为传世之宝了。传世之宝，这玄文横书我要定了。各位，玄文横书起拍价是5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100万，150万，180万。发了，叔，你这次发了。以往我们龙云商会举办的拍卖会，压轴的东西竞拍均价在500万左右，这次我看有望破纪录。我出1000万。现在龙先生出价100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有没有？好，1000万成交。这来自春秋时期的玄文横书归龙先生所有了。1000万，叔，你是千万富翁了。林大师，这里面是1000万。把税费和商会的抽成减了吧。不用，这次拍卖会举行的十分成功，光明面上的利润就有3000万，更不用说名声这些无形的资产了。既然这样，那我就收下了。对了，为了表示谢意，我还为你准备了一件礼物。这房子有200平，装修也齐全。林大师，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这房子就算是我的谢礼了。你和强子不是正在找房子吗？现在不用找了，你们拎包就能入住。苏总，这份礼物太过厚重，我实在受之有愧。鉴宝绿约帮商会解围是我们约定好的合作，分内之事而已，我不能收这样贵重的礼物。林大师，要是没有你，这次我们商会的拍卖会就彻底砸了。相比你对我的帮助，这套房子不值一提。林大师，您就收下吧，这套房子可是苏总专门为你挑选的。既然这样，那我就收下了。苏总，还是您有办法。林大师收了这套房子，以后可就彻底绑死我们商会了。林大师是有本事的人，这套房子虽然不便宜，但他值得。是啊，林大师值得这套房子。你让我打听他的背景，我才知道他原来为了家庭放弃了这么多，可没想到他一心为了家里，最后却落得被赶出来的下场。若是林大师的儿子儿媳知道他如今手握1000万资产，住的是大平层，怕是要悔青肠子了。苏总送的房子什么都齐全，我们就收拾一点日用的东西就行了。叔，我知道，没想到咱们也能住大平层，咱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对了，我看你看方助理的眼神，你对他有意思？叔，我没有。你一个大男人扭扭捏捏干什么？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你要是真有意思，叔支持你去追她。叔，我就是个小人物，没背景没家底的，哪里配得画方助理啊？什么配不配的？你喜欢他就去追，你不敢追，后悔的是你自己。叔，先不说我的事儿了，您觉得苏总怎么样？你小子，我说你的事儿，你倒扯到我身上了。叔，听你这意思，你也觉得苏总不错吧？我已经给您打听了，苏总他也是一个人。叔，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喜欢就去追，不敢追，后悔的可是自己。爸，你们怎么又来了？爸，救命啊！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除了你，没人能帮我们了。你们两个上次要钱不成，现在又换了什么花样？爸，我们这次没换什么花样，我们是真遇到天大的麻烦了。
我和倩倩投资房产，拿了30万给我老丈人，他被人给骗了，30万全给人卷跑了。现在我们欠了银行30万，要是不还钱的话，银行的高额利息我们根本就支付不起。爸，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们了。爸，你不是有38万吗？你把这钱给我们，我们就能度过眼前的难关了。说来说去还是要钱，我还是那句话，我的钱你们1毛也别想。爸，你真要见死不救？我见死不救你大爷！你老丈人被人给骗了，你不找他拿钱，你找我拿钱。你们一直不是说他退休金多吗？他被人给骗了，你就让他拿退休金出来给你们补上这窟窿。林正山，我爸被人骗了30万，已经很难受了，你不帮我们不说，竟然还想让他拿钱，你这不是往他伤口上撒盐吗？爸，你非要这么绝情吗？我已经求过你2次了。这样吧，38万你不愿意，你给我们30万，你自己留8万，这总行了吧？老子说了，以后你们别想从我这里拿到1分钱，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爸，你不管我，总要管子轩吧？你难道想看着子轩受到牵累，连上学读书都要受到牵连？子轩，爸，不管你多恨我们，可孩子是无辜的呀。你就把钱给我们吧，我和你保证，以后我们一定好好孝敬你。孝敬？你们的孝敬我承受不起。至于子轩，你们要是养不起，就给我养。想从我这里拿钱，没门儿。爸，你真要逼死我们吗？给我滚！郑山叔都让你们滚了，你们再不滚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好，林正山，既然你这么绝情，那我就当没你这个爸。以后你是生是死都和我没关系。真没想到这老东西这么狠，我们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他，他也能狠心不帮我们。我看他就是狠了心要和我们撇清关系了。既然这样，我们以后也彻底和他断绝关系。彻底和他断绝关系？那我们的贷款怎么办？我已经想到办法了。什么办法？我也去捡漏。你也去捡漏？这能行吗？你放心吧，他以前把这些东西都教过我的，他会的，我也会。他既然能赚钱，我也能行。而且我想好了，前期我就低价捡漏，绝不花高价。这样的话，就算真看走眼了，也损失不了多少。这个看着挺像那么回事，是真的吗？你看这铜皮浮皂是人工做的假锈，火气也太重了，缺少了老物件自然的磨损包浆，一眼做就的仿品，假的。这青花瓷，老板，这青花瓷怎么说？老板好眼力，这可是正宗的明代民窑青花瓷，胎厚又润，品相完整。您要是想要，我给您一个10成价。博文，这个青花瓷是真的？胎厚又润和声音都没有问题，应该是真货。老板，这青花瓷多少钱出？老板，你要诚心要的话，我给你个诚心价，5万、5000，你也杀得太狠了，3万。老板，我是诚心买，8000，再多我就不要了，再加点，你再加点，1万，这是我最后的价了。你要是不卖的话，我现在立马就走。卖，1万给你了。真正的明代民窑青花，胎松釉面有自然岁月磨损，这东西是假的。假的？你说这青花瓷是假的？你在胡说什么？可是我听着声音没问题，真的青花瓷声音清脆，我刚才也已经试过了。这青花瓷唯一没有问题的也就是声音了，但这是因为这东西在仿造的时候经过了现代高温窑炉烧制，瓷胎密度极高，才会发出这种脆响，和真正老青花的音色完全是两码事。原来是这样，周大师，你也是古玩圈的老人了，应该也懂古玩圈的规矩。大家买卖自由，全靠眼力，捡漏打眼全凭本事。你这样做可是坏了规矩了。古玩圈是有规矩，但最大的规矩是不欺人，不骗外行。他们两个以前应该不是我们这行的人吧？我们今天才来捡漏，以前都没碰过这些东西。你还有什么话说？好，算你狠，今天这个亏我认了。谢谢，要不是周大师，我今天可就亏大了。我也是不忍心你们这些新人被骗而已。你要是想买的话，买这个吧。质地温润通透，没有人工做旧的干涩感，表面包浆细腻自然，纹路古朴规整。这东西多少钱？10万。1000。
我的性格你知道的，我只再加一次价。你要是不卖了，我可就不买了。1500，你卖不卖？拿走。这是清代中期和田玉籽料牌，玉质油润细腻，包浆醇厚自然，刀工规整老道，器型完整无残无修，是品相极佳的开门老货。你们要多少？东西是我帮你们选的，但钱是你们自己付的，想要多少自己开价。我们要10万。这东西就算在几年前行情好的时候，也就价值3万，就更别说眼下这行情。我给你们12000块。5万总行了吧？看来你把我这里当成外面的那些摆摊的了。我这里除了不议价，你们要是不卖的话，就另找买家吧。陈总这里价格一向公道，就算你们再去寻找买家，也很难卖出更好的价钱。既然这样，那12000我们卖了。没想到捡漏竟然这么赚钱，这才2个小时不到，1500块的捡漏就赚了1万多，难怪你爸没多久就赚了30多万。我们要是能每天都这样捡漏，银行的那30万欠款1个月不到我们就能还清。周大师，今天真的太谢谢您了，要不是您，我们也赚不到这个钱。这6000块您一定要收下。钱我就收下了，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尽管来问我。你怎么给了他6000？我们一共才赚了1万多，这一下就给了大半。我们赚的还没他分的多。没有他的话，我们今天不仅赚不到这1万多，还要亏不少。6000虽然不少，但这是应该的。就算这样，给个1000、2000打发也够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什么意思？这位周大师眼力高深，有他帮忙的话，我们捡漏可就简单多了。也是，还是你考虑的周到。有他帮忙的话，我们离发财可就不远了。不像那个老东西，有钱有本事也不愿意帮我们。别说他了，我先回公司一趟，请个假，明天我们再来捡漏。我也回去请假，在公司上班，累死累活，1个月才几千块，现在一天就能赚几千块。要是接下来我们还能这么捡漏赚钱的话，我就把工作辞了。周大师，这2个外行应该已经彻底上当了吧？应该已经上钩了，一点小利就彻底迷住了眼，心思全在捡漏发财上，根本没半点防备。只要再来几次，他们应该就会彻底相信我了。到时候他们就是案板上的鱼肉。周大师，我倒是好奇，你为什么选中了他们下手？看他们的样子也不像多有钱，更不像那些富二代。现在的有钱人和富二代都精了，已经不好骗了。这俩人懂得皮毛都算不上，偏偏还贪心，是最好下手的对象。我明白了，把东西准备准备吧，明天再让他们赚一笔。叔，东西都搬好了，咱们总算彻底安顿下来了。说实话，我到现在还跟做梦一样。前几天我们还住在几十平的出租屋里，转头就能住进200平的大平层，这日子简直不敢想。好日子还在后面。叔，你给我钱干啥？我出来的时候是你收留的我，现在叔赚钱了，自然少不了你的一份。你拿着，这卡里有100万，是叔给你的。100万？叔，这也太多了。多什么多？我给你的，你就拿着。而且追女孩子要钱，叔还等着喝你和方助理的喜酒。叔，大开门的北洋光绪元宝，品相完整，包浆自然老道，没有修补，没有暗残。这元宝我可以给你们1万。陈总，这已经是我们这周卖给你的第5件藏品了，我们也算老熟客了，你就稍微通融一下，加2000块，12000成交。我们以后有货还优先卖给你。我陈氏会所做收藏多年，向来一口价不议价，收货有收货的行情，出货有出货的规矩，对所有人都一样。1万能卖我立刻转账，不能卖你们可以找别的买家。卖，陈总是爽快人，我们信你。1万就1万，成交。支付宝到账1万元。这元宝我们买成1000，卖了1万，净赚9000，再加上前面几次捡漏，这1周时间我们就赚了3万。这光绪元宝也是周大师指点我们拿下的，这9000我们最多留下5000。另外4000要给周大师，给周大师就是我们的贵人，就算给了这5000，我们也还赚了2万6，比上班可强多了。博文，我们都把工作辞了吧，我们上班累死累活，1个月也没有2万6，现在我们捡漏1周就赚了这么多，再上班也没什么意义。而且我这几天一直请假，我们经理已经和我表达不满了，我以后不想看他的脸色了。行，明天咱俩一起递交辞职报告，以我们现在的赚钱速度，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财务自由了。我这里遇到一件稀缺的明代名家手绘万里江山图，你有空的话过来看一眼吧。万里江山图，好，我现在立刻过来。笔墨细腻，墨色分层自然，老墨沁入纸纤维，表糊是明纸，重铸岁月老化痕迹也没有问题。周大师，这的确是明代的作品。这幅万里江山图你要卖多少？你们这几天在我这里捡漏赚大了，这幅万里江山图休想在我这里捡漏。这幅万里江山图我要100万。100万？1万？你当我白痴呢？这幅画低于100万我不会卖给你们的。周大师，这幅万里江山图价值太高，我没有什么经验，以你对市场的了解，您觉得这幅画的价值大概在多少？
若是2年前行情好的时候，这幅万里江山图只怕要价值1000万。但是现在行情下滑，这幅画的价值我估算在300到500万之间。300万？这还是我往低了估。若是上拍的话，遇到喜欢的藏家，8、900万也有可能。8、900万？老公，放心，这幅画我一定要拿下。10万，你们这几天在我这捡漏几件真品了。我说了，这幅万里江山图我不会给你们捡漏的。90万，这是我最低的报价了。低于这个价的话，你们可以滚了。30万，滚！看来是讲不下去价格了。不过就算90万，也能赚2、300万。好，90万，我买了。不过我现在身上没这么多钱，你等我回去凑钱。那你可要快一点，不然等别人看中这幅画的话，你可别怪我没有给你留着。你放心，最多3天我就把钱凑齐。3天后我要是还凑不齐的话，你尽管把这幅画拿出去卖。好，那我就等你3天。博文，你们急急忙忙的找我有什么事吗？爸，你现在积蓄还有多少？女婿，我知道前面房子首付钱被人骗了，是我不对，但我那也是为了你们好啊。爸，我不是让你赔我们首付钱，你别担心了。那你们有什么事儿？爸，我们找你是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发财的机会？我和倩倩这几天不是去了古玩市场捡漏吗？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件宝贝，只要拿下这件宝贝，我们转手就能赚几百万。几百万？只是要拿下这件宝贝，我们需要90万。我和倩倩现在身上就几万块钱，所以我们才问你现在有多少的积蓄。我还有32万存款，这是我全部的家底了。32万，就算加上我们的6万，也还差了50多万。要不去找那个老东西吧？找他有什么用？那个老东西现在是要彻底和我们划清关系，我们就算是跪在他面前，他也不会给我们1分钱的。那怎么办啊？难道我们眼睁睁的看着这几百万却赚不到吗？你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宝贝？可不要给骗了。爸，你放心吧，东西我已经看过了，没什么问题。是啊，爸，你放心吧，这几天我们可是捡漏了好几件宝贝，都没有打眼过，而且还有一位大师给我们帮长眼看过了，出不了错的。你们心里有底就好。可现在麻烦的是，我们根本凑不齐这90万啊。只有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卖房。卖房？可我们就这一套房子啊。你怕什么？卖了这套房，我们很快就可以赚几百万，到时候我们可以买更大更好的房子。也是，那就把这套房子卖了吧。爸，你把那32万先取出来给我吧，我给对方送过去，先把定金给了，这样对方也不会把宝贝卖给别人了。等我们赚了钱，到时候我们翻倍还你。翻倍？好，我现在就去把钱取出来给你。32万全在里面了，这可是我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养老钱。爸，你放心吧，要不了多久，你这32万我们翻倍还你。老板，现在楼市什么情况你们也知道，再加上你要急着出手，要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钱的话，只怕要打7到8折才行。7到8折，那能卖多少？80万左右。80万，这房子我们买成180万，首付当初都付了100万啊，80万连我们还银行的钱都不够。现在楼市行情是这个样子，再加上你们急着出手，要是你们不急着出手的话，我估计能卖到100万左右。80万就80万，但是我要这2天就卖出去拿到钱，能不能办到？能，只要你们愿意7到8折出售，我们公司都可以把这套房子收了。2位，合同已经签好了，全款80万，最多1个小时就能打到你们账上。你们今天可以收拾一下你们的东西，我明天会过来接收房子。卖房80万，加上爸的32万，还有我们手里的6万，我们现在一共有118万，完全足够拿下那幅万里江山图了。妈妈，我们的房子卖了吗？卖了。房子卖了，那我们以后住哪里呀？我们是不是没有家了？傻孩子，怎么会没有家？爸爸妈妈卖房子是为了凑钱赚大钱。我们先在酒店住2天，等爸爸妈妈赚到大钱了，我们就换一套更大更好的房子。支付宝到账80万元，钱到账了，赶紧收拾东西。今晚我们先搬去酒店住，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拿下那幅万里江山图。昨天你们给了32万的定金，现在剩下的58万尾款你们凑齐了吧？凑齐了，你画带来没有？把尾款58万付了，这幅万里江山图就是你们的了。老婆，付钱。钱到账了，这幅万里江山图是你的了。扣掉做局用的几件古董成本用了8万，我们一共赚了82万，这里面是41万，半个月不到41万的收入，这简直是最近几年赚的最轻松的一笔了。2个眼高手低还极度贪婪的小白，等于是送上门的肥羊，不宰都可惜。终于把这万里江山图拿下了，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发财了。到时候我一定要让那个老东西看看，他能靠捡漏发财，我们也能，甚至比他还更厉害。是要让他好好看看。我现在就联系周大师，
让他帮我们联系拍卖行。他们打过来的，想让我帮他们联系拍卖行，做着一夜暴富的白日梦呢。怎么了？周大师没有接我的电话，可能是有事情。你再给他打。好，我现在再给他打。周大师怎么会不接电话的？这幅画会不会？不会，不可能。他要是有问题的话，前面又怎么会帮我们捡漏了那么多次？而且这幅画我也看过，的确是真迹。周大师他应该是有事情耽误了。等下我再给他打电话。怎么还是不接电话？老公，都2天了，你都给他打了无数次电话了，他都不接。我们是不是被骗了？不可能，我们不可能被骗了。这幅画我鉴定过，是真的。他不帮我们联系拍卖行，我们自己去找，正好还省了他那一份。怎么样？这幅万里江山图是真迹吗？这幅万里江山图是赝品。赝品？怎么可能？我都看过的。这幅万里江山图的笔墨、纸张、重铸、岁月老化痕迹都没有问题，怎么可能是赝品？老刘，怎么了？老张，你过来的正好。这幅万里江山图，我说是赝品，这位客人觉得我鉴定有误。是你们？是你？我见过你，你和那个老东西认识。这是我们商会的方助理。你说的那个老东西是我们商会的特级顾问，他是你们的特级顾问。难怪你说我们这幅万里江山图是假的，我看是那个老东西指使你这么做的吧。这位女士，请你对你说的话负责。我龙云商会立足江城古玩圈多年，从没有弄虚作假，也绝不会为了私人恩怨颠倒黑白。况且你们来这里，我想现在林大师也还并不知道，就更别说指使什么了。说的好听，我看你们就是串通好的，肯定是那个老东西还在记恨我们，所以故意让你们污蔑我们的画是假的，他就是见不得我们发财。对，一定是这样。这幅画笔墨纸张这些都没问题，怎么可能是赝品？既然你们不信，那你们去找别人鉴定。找就找，等我们鉴定出是真质，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等着，我们迟早会回来证明你们今天都看走眼了。他们是林大师的家人，就是2个白眼狼。不行，这件事情林大师还不知道，我现在就去告诉林大师。看古瓷不必紧盯品相完整度，重点看胎底颗粒釉层老化痕迹。现代高仿能做旧外观，但做不出100年自然沁入的胎骨肌理。铜器的话和古瓷又有不同，渐变核心看皮壳包浆、地子锈层与铸纹工艺。古铜器经年氧化会形成分层式自然包浆，温润通透，层层递进，锈色扎根铜胎入骨不腐。而人工做旧的铜器多是强酸朴实，颜料涂抹，表层锈色呆板发死，无深浅过渡，还会出现腐朽的破绽。除此之外，老铜器的失蜡法铸纹细腻规整，器孔细小自然，高仿机器铸纹生硬粗糙，这也是最直观的辨识要点。是我记住了。林大师，可算找到您了，出了点事儿，我得赶紧跟您汇报一下。怎么了？刚才还说不是你搞的鬼，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说什么？还在装？我和博文好不容易捡漏到一幅万里江山图，你竟然安排人说我们的东西是假货。万里江山图？林大师，事情是这样的。拿来，你想干什么？把画给我看看。你以前教我，鉴宝讲究有理有据，绝对不能随便下定论，更不能将人的真货鉴定为假货。可你现在呢，竟然让人将我们的真品鉴定为假货，为了不让我们发财，林正山，你可真够狠心的。老子行得正，坐得端，还不至于做这么下作的事情。当初我手把手教你鉴宝知识，再三叮嘱你鉴画要看笔墨气韵辨真伪，要查细节破绽，让你踏踏实实学功底戒浮躁。可你向来心浮气躁，半点不肯踏实钻研，学个皮毛就自以为是。如今学艺不精，竟然连这种破绽百出的高仿赝品都看不出来。赝品？不可能！这幅画我已经仔细看过了，我知道了，你就是不想我发财，所以才故意将我这幅真品说成赝品。老子还没你想的这么下作。知人知面不知心，你连亲生儿子求你，你都能狠心不帮，谁知道你到底会有多么冷？是嘉海拍卖行吗？对，是我预约了藏品鉴定。好，我们现在就过来。你不是说我这幅万里江山图是假的吗？我现在就去证明给你看，我这幅万里江山图是真的。嘉海拍卖行的名声可不是很好，你要是真要换个地方鉴定的话，我建议你去宏远商会。这家商会虽然和我龙云商会是死对头，但他们的名声却也还算不错。死对头？你会这么好心介绍我去你们商会的死对头鉴定？这嘉海拍卖行才是你们的死对头吧？你就等着看好了，等我从嘉海拍卖行拿到真品鉴定证书，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老公，你说我们会不会被做局了？不可能。可周大师不接电话，龙云商会和那个老东西也说这是一幅假画。不可能是假的。如果真是假的，那我们就彻底完了。房子卖了，押底掏空，全都砸在了这幅画上，我们现在已经输不起了。两位，就是你们预约的藏品鉴定？对。我能看一下藏品吗？方便问一下两位，这幅画是在哪里买的？花了多少钱吗？这幅万里江山图是我在古玩街捡漏来的，花了90万。90万？大师，
这幅画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幅万里江山图笔墨纸张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有很大的可能是一幅真迹。真的？对，这幅画有很大可能是真的。不过要仔细鉴定和开出证书的话，需要我们进行更深一步的鉴定。不过对于这样的鉴定，就需要你们缴纳一定的费用了。要钱？总体的鉴定费用的话，大概要3万左右。不过这幅画我看很大可能是真的，估值也许能达到700万以上。如果你完全委托给我们鉴定的话，我们不仅可以给你出具鉴定证书，2天后我们拍卖行举行的拍卖会，我们也可以帮你们安排送拍。当然，如果安排送拍的话，需要另外缴纳15万左右的送拍费用。送拍的话，能卖700万以上？有很大的可能，毕竟这幅万里江山图各方面细节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运气好的话，拍卖险到1000万以上也不是没有可能。1000万？拍，我们愿意送拍。鉴定费用和送拍费用能不能少一点？鉴定费用我可以给你们少5000，送拍费用可以给你们少2万，这已经是我们最大的优惠了。老公，那你们先鉴定吧，要是是正品，我们愿意缴钱送拍。2位，经过我们进一步的鉴定，鉴定你们的万里江山图乃是真品，这是我们的鉴定证书。我就说这万里江山图是真的，我不会看错。既然是真品的话，那是不是就一定能够拍卖出去了？有极大概率能拍卖出去的，而且只要你们缴费送拍，我们这几天也会对它进行宣传，到时候肯定会有不少有意的藏家参与竞拍的。2位，要将这万里江山图送拍吗？要。林哥，这次找你过来是让你帮忙鉴定一批银元，这批东西张老已经鉴定过了，大致没什么问题，不过涉及的金额不小，所以我想让你多鉴定一下，免得出了纰漏。没问题。你还说不是故意将我的真品鉴定为假货，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你个蠢蛋！这样的证书你以为就证明东西是真的了？只要给钱，这些机构你就算是拿一幅小学生画的画，也可以给你鉴定为真品。我看你就是嫉妒我们捡漏了这么一件重吧？你知不知道嘉海拍卖行的大师已经说了，我们的万里江山图拍卖的话，有可能能拍到1000万以上。你捡了一辈子的漏，有捡到过这么名贵的东西吗？嘉海拍卖行因为长期虚假给人鉴定，开具不实证书，早已经被江城古玩商会内部除名了。他们现在也早就不做正经拍卖生意，专门包装假证书，忽悠外行新人，也就只能骗一骗你们这种不懂行的小白。我看你就是在嫉妒我们，我看你也还算是风韵犹存，就是眼光不怎么好。怎么选了林正山这么个老头子？他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你跟着他，难道是喜欢他这一身的老人味儿？你在狗叫什么？苏总他和我是清白的。你们捡漏了1000万的东西是假的，林哥可是真才捡漏了一个价值1000万的宝物，而且和你们的不同，林哥的东西可是已经真金白银的卖了出去。什么？你捡漏了一件价值1000万的宝物，还卖出去了？哼，你们是在吹牛吧？是不是吹牛？你们出去打听打听就知道了。这么说，你现在是千万富翁了？那也和你没有关系。没关系就没关系。等我的万里江山图卖出去，我也是千万富翁。对，你是千万富翁，我们的万里江山图卖出去，我们也是千万富翁。而且你就博文这么一个儿子，等你以后死了，你的那1000万也是我们的。还想要我的1000万？老子死了也不给你们，2个不孝的畜生！你们给我滚！滚就滚！你以后别求我们。真是气死我了！没想到那个老东西也能翻身，变成千万富翁。等我们的万里江山图卖出去，我们也是千万富翁。不过老公，那个老东西说嘉海拍卖行，你说他会不会说的是真的？不可能，他那就是嫉妒。对，他就是嫉妒。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我的万里江山图价值1000万，一定会有人竞拍的吗？怎么会没有人拍？松手！你先松手！你不说出原因，我不松。我们可是给了你10几万，用于鉴定和送拍。保安，保安！林先生，这次你的万里江山图流拍我也很意外。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还会再次组织拍卖，而且可以多给你宣传宣传。到时候你的万里山河图应该就能卖出去了。当然，这里面可能需要你们再加一点费用，用于宣传。还要钱？你当我们是傻子吗？我们可是已经给了10多万给你了。如果2位不肯再交钱的话，那我也爱莫能助了。你们把你们的画拿回去就可以走了。我们不走，我们交了10多万，你说可以拍卖出去的，现在画没卖出去，你就想打发我们走？对，你们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不走。给脸不要脸，拿着一副垃圾也做着暴富的美梦，给我滚！真以为捡漏那么容易？多少老手都能亏得倾家荡产，就你还想捡漏？可是你说这万里山河图是真的，只要给钱，你就是拿一张空白的画过来，我也可以和你说它是真的。被人做局了还不知道，一个白痴！被人做局？
不可能，不可能！老公，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房子已经没了，现在卖房的钱和我爸的存款都搭进去了，剩下的钱连我们还银行抢款的钱都不够，而且我们还都把工作辞了。我们不能就这么完了。走，我们去找他们算账。这幅万里江山我不要了，你把我们的90万还回来。不要了，买定离手，概不退换，这是古玩圈从古至今的老规矩，入行的人都懂。就你不懂，我不管什么规矩。今天你要么把我们的90万还回来，要么就立刻报警。你随便报，敞开了报。你自己眼力不行，打了眼，吃亏上当，你以为报警就能把钱要回去？警察可不管你捡漏打眼的私事。我倒想问问你，前几天你在我摊位上接连捡漏，赚得盆满钵满，笑得合不拢嘴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报警把赚的钱还给我？这都是你们给我设的局，那几个捡漏的也是。小伙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我老老实实摆摊做买卖，一没强买强卖，二没欺瞒哄骗，是你自己贪念上头，看着便宜就无脑入手，怎么输了就想赖账，怪别人设局。古玩行本来就是眼力活，有赚就有赔，天底下哪有只许你捡漏发财，不许你打眼吃亏的道理？前几天看你运气好，沾了点小聪明，就飘得没边，真以为自己天赋异禀是鉴宝天才，真以为能一步登天，靠捡漏暴富。说白了，你就是眼高手低。就你这样的废物，还想靠着捡漏发财，惹人笑话吗？拿着你的画给我滚！什么？这画是假的？你们的钱全被骗了？你们不是说那幅画是真的，能卖几百万吗？几百万？这幅画100块都卖不到。那我那32万呢？没了，都没了，都没了。那可是我一辈子的积蓄啊！你们都亏没了，我以后怎么办？爸，你损失了32万，我们损失了足足有70-80万。我不管，钱是我借给你们的，你们说什么也得把钱还给我。你让我们还钱，我们30万的首付钱不也是因为你才会被人骗走吗？我那也是好心，你们这是自己眼光不行。闺女，你说句话，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你老子的钱就这样没了？我们还剩10多万，留着也没用了，要不给爸爸？你疯了！没了这10多万，我们吃什么喝什么？难道你想我们去睡大街吗？可留着这钱，迟早也要被银行转走。你别忘了，我们还欠银行30万呢。这钱说什么也不能给你爸，要是怕被银行转走，我们现在就取出来。这一切本来都是你自己的眼光问题，自己眼力不行被人骗了，凭什么让我爸跟着你一起变成穷光蛋？只还我爸10多万，已经是对不起他了。好了好了，别吵了，博文，你们现在还欠银行30万。手上留着10多万也没什么用，钱先给我。你们要是差钱的话，去找你爸要吧。你爸那不是还有38万吗？他都给你们的话，你们还了银行还能剩8万。什么38万？他爸现在发了，已经是千万富豪了。什么？千万富豪？他既然这么有钱，你们损失的这些钱算什么？他分你们个几百万，你们不就能把损失填上了？可我们现在已经和他完全闹僵了，他根本就不管我们。那是你们前面身上还有钱，现在你们找到他，他总不能真见死不救吧？你们再把子轩带去。我就不信他还能看着自己的儿子孙子一起上大街变成乞丐。爸，你救救我！我们知道错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你们的画呢？那画根本卖不出去，那就是假的。我们被骗了，画是假的，证书也是假的，根本没有什么千万拍卖。我们买画用了90万，鉴定和送拍又被骗了10多万，我们所有钱全都亏进去了。爸，我们错了，你救救我们！现在我们房子也卖了，还欠了银行几10万，工作也没了。你要是不救我们，我们就要去睡大街了。早干什么去了？我劝你们的时候，你们听了吗？刚才开始捡漏，就敢花90万，还敢碰字画，说了是假的还不听，平白又给人多骗去10多万。爸，以后我们都听你的，你救救我们，我们只要300、500万就行。爷爷，乖孙子啊！爸，你看在子轩的面子上，原谅我们这一次吧。你这大平层地方也够大，以后我们都搬进来，子轩也能一直陪着你，你也能享受天伦之乐。你们不要用子轩来打感情牌，这房子和你们没关系，我乖孙可以进来住，你们不行。爸，你不让我们住进来，这不是让子轩和我们分开吗？你别说了，不管你们怎么说，500万和房子我都不会给你们的。强子，你租的那个房子你去重新租下来，以后子轩的一切费用和那30万的银行利息我可以帮你们还了，这是你老子我能给你的最后帮助，但那30万本金我不会帮你们还的。你们两个有手有脚的，自己滚去上班还钱。你们要是还想胡搅蛮缠的话，我1分也不会多给你们。爸，我知道了。叔，房子我租好了，他们都住进去了。强子，你再帮我去查查，
是谁给他们做的局？好，我现在就去。叔，我查清楚了，给他们做局的是鬼眼周。鬼眼周联合了一个人，他们先是让林博文吃到甜头，然后再给他安排了一个天局。叔，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这不孝子虽然不孝，我也恨不得把他打死。但有人做局到他身上，我这做老子也不可能真的无视，看着他被人欺负。走，我们去找鬼眼周。林大师，不知道找我们有什么指教？没什么指教，就是想把这幅画还给你们。怎么，林大师还和他们有关系，想为他们出头？林博文是我儿子，那个眼高手低的愣头青，竟然是林大师你的儿子，呵呵，真是虎父犬子啊！一幅错漏百出的低劣仿品都能让他上当，看来林大师你这教儿子的水平还有待恭进啊！老子今天来不是来和你们斗嘴的。那林大师你想怎么做？总不能他打眼了，你要让我们把钱退给他吧？这样的话可就坏了规矩了。我要和你死斗！死斗！林大师，你要和我死斗？你敢不敢接？古玩圈的规矩，死斗输了的可是要彻底退出古玩圈。林大师，你既然有兴致，那我接了。你想怎么斗？我们各出3件藏品，当场鉴别真伪，估算价值。我赢了，你从此退出古玩圈；你赢了，我彻底退出古玩圈。不用这么麻烦，我有1件藏品，只要你能看对了，就算你赢。你敢不敢？林哥，我听说你要和鬼眼周死斗。林哥，你太冲动了，别人不清楚鬼眼周的底细，我最清楚。这人从来不按常理出牌，最擅长收藏那些孤品残品改制杂件，市面上根本没有参考范本，无数老牌鉴宝师都栽在他手里，而且你们只用1件残品定胜负，风险太大了。是啊，林大师，鬼眼周心思阴毒，擅长钻鉴宝规则的空子，他到时候拿出来的藏品只怕肯定有问题。放心吧，我鉴宝几10年，一双眼睛看了无数的宝贝，神眼之下从来没有错过，这次也一定不会。今天江城有名的各位前辈同行都来了，正好做个见证。这场比试是林大师主动找上门，要按行规死斗，输赢皆是行内规矩，事后谁都不许赖账，要永远退出古玩界。林正山，我最后给你一次反悔的机会，现在认输，你儿子亏的钱我可以酌情退一部分，你也不用彻底退出江城古玩圈，别等会儿输得太难堪，一辈子的英名毁于一旦。我既然敢提出死斗，就没有想过会输。好，既然我给你机会你不知道把握，那就看看我们谁输谁赢。既然你这么有底气，那我这件压箱底的宝贝就请林大师好好长长眼。林正山，请吧。万里江山图，又是这玩意儿。这墨迹和画工好像都不对，但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奇怪。林大师，你儿子打眼在万里江山图上，今天你也要打眼在这万里江山图上，是吗？那可要让你失望了。这图，张老。这幅万里江山图，我都能一眼看出来是假货。鬼眼周不可能犯这么大的错，他究竟藏了什么阴谋？难道这幅画还能是真的不成？鬼眼周不可能犯这么明显的错，这幅画肯定另有玄机。强子，你不用着急，林大师既然敢提出死斗，肯定有一定的把握。林大师，怎么样？有结论没有？不管你说这幅画是真是假，你都输定了。看完了，那不知道林大师有什么结论？这幅画是假的。林正山，你输了。这幅画，它也是真的。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这幅画表面墨迹浮躁，画工僵硬，线条刻板，是一眼就能识破的低等仿品。单看表层，它就是假画。那你还说它也是真的？前后矛盾，鉴宝论定只分真假，你自相矛盾。现在你已经输了。画中画，居然是失传已久的双层假画手段。鬼眼周，你的手段也太卑鄙了！故意假画盖真画，真假线套，设下死局。无论行家第一眼判假，还是细判判真，都是错的。还好我郑山叔心思缜密，眼力通天，看破了你这阴毒把戏。鬼眼周，这一局你彻彻底底输了！不可能，不可能！我特意做过接薄处理，双层画纸打磨的厚薄一致，成品手感、厚度和普通单幅古画完全一模一样，你怎么能看得出来的？画的厚度你能靠人工打磨做到一致。但岁月痕迹、纸张氧化的年代机理，你做不了假。表层假纸是近年做旧，氧化均匀生硬；内层真纸历经数百年岁月，边缘老化，纤维风化，沁色斑驳，新旧层次截然不同，一眼可辨。就只是画纸边缘的岁月痕迹，你都能精准分辨出来。你的眼力根本不是常人。你输了，从今往后，你鬼眼周要彻底退出古玩圈。叔，你也太厉害了，连双层画都能看出来。
林大师的神眼，我看不仅是江城，就算是整个古玩圈也都是首屈一指的。林哥，我昨天刚收了一件宝贝，你今晚去我那边帮我长长眼。